大家好，我们来聊一下肖战与品牌方的一些事情。据说呢，一个品牌与肖战代言合作遭抵制呢，其黑料被扒，结果呢，品牌方火速删博，去躲避这个嫌疑。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呢是肖战被曝将在央视跨年演唱会上亮相，同时呢又获一新的荣誉，被指呢名副其实。2020年呢还剩下最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在过去呢近9个月的时间里，肖战其实一直都饱受着外界黑粉和其他网友的各种攻击，从最开始遭到全面抵制到如今的全面复出，这段路呢肖战走的其实并不容易，里面的辛酸和努力只有肖战自己才懂得。好在陪伴着肖战一起承担这一切的还有成千上万的肖战粉丝们，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强大的支持力，肖战才能够一直支撑并且走到现在吧。如今肖战已经全面复出，未来呢也将会有更多的作品与粉丝观众见面，这或许是肖战唯一能够给所有粉丝们给予回馈的东西了吧。227风波呢已经远远没有之前那般严重了，针对肖战的各种负面舆论同样也没有之前那样广泛了，而且随着肖战在工作状态方面的日趋稳定，肖战身上所有的流量和影响力都开始逐渐回到从前了。其实从近段时间肖战的动静不难看出，肖战在事业的发展速度上已经是越来越快了。227风波确实让肖战掉队很远，虽然表面上仿佛一切都有着很大的好转，但是在背后的依然是对肖战有一股很大的抵制力量的黑粉。11月2日呢，国内某知名的食品品牌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与肖战代言品的合作文案，随即不久就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围观。虽然该品牌方的宣传文案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出现肖战的名字，也没有艾特肖战的微博，但是仅仅是因为选用了与肖战有合作的品牌方，所以就遭到了外界部分网友的抵制和不满，再加上很多肖战黑粉大号的宣传参与，让舆论又一次传播的开来。评论区几乎全部都是网友抵制和避雷的留言，其实他们并不是针对品牌商，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因为肖战而已。不仅如此，网友对该品牌商的抵制呢，还不仅仅只停留在言论抵制方面，他们甚至还扒出该品牌商曾经出现负面风波的新闻。其他一些网友得知后纷纷表示不会继续购买该品牌的产品，虽然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负面新闻了，但是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一家品牌方来说，形象和名誉权都是极为重要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果往日的负面被重提，确实会对品牌商产生较大的影响。或许品牌商方面也注意到了外界的抵制情绪，正当外界还在议论纷纷时，品牌商微博动态与肖战代言品牌的文案突然之间不见了，不知是刻意隐藏还是默默删除了，目前已经无从查看。不过至于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和肖战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品牌商做出反应速度还算迅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并控制舆论，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品牌商的此举确实有着很大的避嫌程度。对于品牌方来说呢，他们的行为虽然有一些不太道德甚至不地道，但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是可以去理解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肯定是首先将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品牌方所有的合作呢，也都是与利益有关。但是呢，通过此次事件也不难看出，肖战在未来或许呢会面对更大的挑战。即使肖战几部大剧已经开播在即，如果不能够想办法阻止这些躲在暗地里的抵制者，想必呢，即使未来肖战的新作品上线，这些抵制者或者黑粉也会想尽办法去制造负面舆论风波，这样的话也会给肖战带去不少的麻烦。所以还是希望肖战团队呢能够拿出有力的方法，同时呢希望肖战的作品呢能够堵住这些黑子的嘴，让他们无话可说。当然呢，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在里面找到借口去抵制的，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为了黑而黑。好，我们再来发一个，就是肖战工作室的一个商业的宣传。首先呢，双11快来了，
商家福利呢陆续马上上线，因为1年1度的双11购物节，商家们也都提前忙碌了起来。肖战的代言呢几个品牌呢这几天也送出了很多福利，粉丝们呢都很开心。第一呢有新鲜的物料可看，幸运的还可能获得特定的福利。小鹿茶呢为大家准备了肖战的签名照。10月30日的微博说倒计13天，看着马上就要到了，想要的小伙伴们呢要努力了，毕竟肖战的商品都是秒光，签名照就更加激烈了。如此恩利的呢官宣也来了，拥抱爱，与单身说再见，与真爱说你好。这句话呢非常符合品牌形象，提前预祝单身人士能够在双11呢顺利脱单，与单身告别，与真爱说你好。除了美好的祝福，还有满减和粉丝们最关心的代言人的周边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你来了。百威呢和开小灶目前还没有动静，当然呢肯定是在憋大招，毕竟呢百威用肖战代言后呢，其亚太地区的业绩要用亮眼来形容，不但成为2020年前9个月唯一入围食品饮料排名前20的啤酒品牌，目前呢更是天猫双11酒类预售第1名。而开小灶就不用说了，用了肖战之后呢直接开了挂，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所以呢稍后肯定会有惊喜的安排等着大家。更惊喜的是，肖战工作室呢也于今天卡点为诺士做了宣传。11点20 11呢代表双11，20呢代表爱你，真是够浪漫的。细心的网友会发现，肖战自227风波开始，商业活动就受到了影响。虽然8个月里还在合作的商家没有停止产品宣传，肖战也都积极配合录制宣传物料，但浏览肖战工作室的微博会发现，肖战工作室8个月里算上今天也只有3次官方发布的商务宣传，前2次分别是10月15日的百威，10月20日的小鹿茶，而10月15日以前呢官方宣传是0次。本来作为代言人呢为品牌方做宣传是应该的，为品牌录制视频或者是出席活动都是常有的，但因为227的影响，很多都停滞了。好在呢阴霾已经消散，对于别的艺人这样的日子进行商业宣传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肖战却多了更多的象征意义。10月份呢工作室的商务宣传3连发，表明商家呢继续选择让肖战代言。从商家角度呢来讲，这表明了商家认可了肖战的形象和商业价值，认可了肖战这个正能量的艺人。从肖战的角度来讲，这表明肖战已经逐渐摆脱227影响，商业活动呢重新回归正轨，回归常态宣传，实在可喜可贺。同时呢也表明执黑长达8个月的狙击呢已经彻底失败，肖战不但没有失去商业价值，反而获得了更多商家的青睐，人气和商业价值都更胜从前。在特殊时期呢，这不单单是人气和商业价值，也是人们对肖战的爱和支持。相信不久的未来呢，大家在围观立牌巡演之外呢，还将看出真人出席代言活动。当然在这里祝肖战和商家都越来越好。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肖战呢被曝将在央视参加跨年演出亮相，同时呢又获一新的荣誉，被指呢名副其实。首先呢有朋友呢说是11月2号的时候，肖战方在社交媒体发的新的代言广告，被很多粉丝呢认为这是就是商务价值继续攀升的信号。当肖战冲破227风波带来了阴霾之后呢，现在已经形成影视商务代言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很多人认为肖战能有今天的良好局面，非常高兴。同时呢，随着2020年尾声的接近，各大电视台的跨年演唱会呢也提上了日程，很多炙手可热的演员也成了香饽饽。而日前就有消息爆出，称肖战将参加央视举办的跨年晚会，而且语气呢比较肯定。去年呢，肖战也被央视邀请了，只是呢分身无术参加了其他电视台的跨年演唱会。而今年呢，重新邀请肖战参加，以弥补去年未能如期参加的遗憾。如果搁在227风波之前呢，爆出肖战参加，基本上不会有人怀疑。但今年呢，正是因为有了227风波，所以才让网友对这样的消息持怀疑态度。但鉴于近段时间以来央视对肖战的大力支持情况，传出肖战参加央视的这跨年演出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毕竟肖战呢是央视的宠儿，在肖战最困难之时呢，3番5次的力挺肖战，比如2次请肖战去唱歌，还播出肖战参演的电视剧《最美逆行者》。
更是在其社交平台上多次发有跟肖战有关的消息，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对于肖战被参加央视的跨年演唱会的消息呢，与其不信，还不如保持一份期待。除此之外呢，肖战于近日还获得了2020年亚太最帅面孔的新的荣誉。这项荣誉呢，是对于肖战颜值高、受欢迎程度的再次肯定。除此之外呢，也很名副其实。除了对肖战忠诚不渝的粉丝的支持之外呢，还包括时尚娱乐媒体以及路人的参与。所以呢，肖战能够再次蝉联第一，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结果，是对帅气肖战的肯定。虽然外界对于这个所谓的亚太面孔呢很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呢，获得该奖项前几名的明星呢，将会得到70家媒体的联手宣传，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明星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那些说这个奖项没用的人，是吃不到葡萄说酸的人。在结果出炉之后呢，肖战获得了几家媒体的大力肯赞，称微微一笑很倾城的肖战充满正能量。看来很多人的看法非常一致，那就是肖战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偶像。阳光总在风雨后，经历了27风波的洗礼，肖战变得更加成熟阳光了，也变得更加坚毅有力，活成了大家所期待的模样。相信未来的肖战一定不负期待。好，今天的话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